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命运针对，明明已经很努力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遇到不顺。关系出现问题，计划总是受阻，很多事情才刚开始有起色，就又被打回原点。我开始在心里问，为什么是我？那种感觉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阻挡，你越想往前，它就越让你停下来。我甚至一度相信，是不是宇宙在考验我，甚至在惩罚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为了找答案，而是因为我真的累了。我开始回头看那些反复出现的情境，我发现它们其实有一种熟悉感。那些让我受伤的关系，总是带着类似的模式。那些让我卡住的时刻，总是来自同样的犹豫与怀疑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也许这一切不是外在在对我做什么，而是我内在的某些信念正在被一遍一遍地呈现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大脑会不断强化你所相信的东西。你相信什么，就更容易注意到什么，也更容易做出对应的选择。所以那些看似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在无意识中持续创造与选择的结果。这不是责怪，而是一种理解。当我开始这样看待，我不再觉得自己被针对。我开始问自己，我在相信什么？这个问题让我慢慢看见，原来我一直相信自己不够好，所以在关系里我容易退让。原来我一直相信事情不会顺利，所以在关键时刻我会犹豫。这些信念不是刻意选择的，而是长久累积的经验。但当我愿意看见它们，一切开始松动。我不再急着改变外在，我开始慢慢调整内在的语言。当那个熟悉的怀疑出现时，我不再立刻相信。我会轻轻地说，这只是过去的声音。当我想退缩时，我会提醒自己，也许可以试着走一步看看。这些改变很微小，但它们像是在大脑里重新写下新的路径。当你持续这样做，你的感受会改变，你的选择会改变，而你的生活也会慢慢跟着改变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宇宙从来不是在惩罚你，它只是很诚实的回应你所相信的东西。当你的内在充满怀疑，你就会经验到不确定；当你的内在开始信任，你就会慢慢看见支持。这不是神秘，而是一种很深的对应。当你改变信念，你不是在强迫世界改变，而是在调整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人生不顺，不要急着责怪自己，也不要急着对抗外在。先试着回到内在，去看看你一直在相信什么。那些信念正在悄悄地形塑你的世界。当你愿意开始调整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是阻碍的事情，会慢慢转变。不是因为宇宙改变了规则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，看待世界。而在那个转变之中，你会慢慢感觉到，原来一切从来不是惩罚，只是一次又一次温柔而诚实的回应。我真的以为自己是孤单的，不是没有人在身边，而是那种很深的感觉，好像无论我多努力，世界都没有站在我这边。事情不如预期，关系让人失望，
连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。我会在夜深的时候问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那种无声的疑问，没有答案，却让人越来越远离自己。我开始觉得，也许一切都只是偶然，也许没有什么支持，也许我只能靠自己撑着。那样的信念让我变得更紧绷。我不敢依赖，不敢相信，不敢放松，因为我觉得一旦松手，就会什么都失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事情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真的撑不住了。我没有再试着让自己坚强，我只是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疲惫。那一刻，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出现了，不是外在改变，而是内在，好像有一个地方开始松开了。我开始看见，那些我以为是失败的经历，其实都在带我走向某个方向。那些让我痛苦的关系，其实让我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。那些不顺利的时刻，其实让我停下来，重新看见自己。原来不是世界在为难我，而是我还没有看懂它的方式。在心理的层面，人会倾向用既有信念解读经验。当你相信自己是孤单的，你就会更容易看见缺乏。当你觉得世界没有支持你，你就会忽略那些微小的帮助。但当我开始松动这个信念，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世界其实没有离开我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让我慢慢打开。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。有人在我低落时给过一句温柔的话，有些事情在最刚好的时候发生，有些转弯其实让我避开了更大的失落。这些都不是巧合，只是我过去没有看见。当我开始这样理解，我内在的防备慢慢放下，我不再那么用力抓住一切。我开始允许事情发生，也开始相信，即使现在看不懂，也许一切都在往对的方向移动。这样的信任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一种很深的感受。你开始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，你只是暂时忘记了连结。当你回来，当你重新看见，你会发现，那些看似混乱的经历，其实都有它的意义。那些看似偏离的路，其实都在带你回到自己。宇宙从来没有离开你，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与你对话。有时温柔，有时迂回，有时甚至让你停下来。但那一切都不是对抗，而是一种引导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感到迷惘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这一切，也不要急着觉得自己被遗弃。试着轻轻地问自己，如果其实一切都在支持我，只是我还没看懂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会慢慢带你回来，带你回到一种更柔软的视角。而当你开始这样看待世界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从来不是孤单的，原来一直都有一种力量，静静地站在你这一边，即使你曾经忘记，它也从未离开，只是一直等着你再次想起。以为只有当我变得够好，世界才会接纳我。我努力把自己修整成一个理想的样子，把不安藏起来，把混乱压下去，把那些还没准备好的部分悄悄收进心里最深的角落。我以为只有完整、成熟、稳定的自己才值得被看见，所以我不允许自己卡住，不允许自己迷惘，甚至不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。
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就越沉重，因为你在活着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否定一部分的自己。那种感觉很像你一直在往前走，却拖着一个被拒绝的自己在身后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不是因为世界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对自己太苛刻。那一刻，我停下来，没有再试着变得更好，我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现在的自己，看见那些还没完成的部分，那些反复出现的情绪，那些还在学习中的不稳定。我没有再说不应该，我只是轻轻地承认，原来我还在这里。这句话让我整个人松下来，因为我第一次没有把未完成当成错误。在心理的层面，人总是倾向追求完成，希望有一个确定的样子，一个可以被定义的状态。但真正的生命本来就是流动的，没有谁是完全完成的。我们一直都在变化，一直都在成为。当你抗拒未完成，你其实是在抗拒生命本身。但当你开始允许那些还没整理好的情绪，那些还在摸索的方向，那些还不够稳定的自己，你的内在会慢慢放松。你不再需要假装完成，你开始可以诚实的存在，而这样的存在会让你的能量变得柔软，不再紧绷，不再防备。你开始允许自己在过程中，而不是只允许结果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宇宙从来没有要求你完成，它接纳的一直都是你此刻的样子，包括那些还在修复的部分，那些还在学习的阶段，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那么焦虑，也不再那么急着到达。你开始能够呼吸，能够停留，能够感受，而这样的你反而更容易转变，因为你不再对抗现在，你开始在现在之中流动。那些原本让你困住的地方会慢慢松开，不是因为你解决了它们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拒绝它们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还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被接纳，请试着停一下，不要再等到完成才允许自己存在。你可以现在就承认，你正在过程中，你可以现在就允许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部分。当你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在寻找的接纳，从来没有离开，它一直都在。就在你愿意看见自己，允许自己，不再否定自己的那一刻，静静地接住你所有未完成的样子。我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，还不够稳定，还不够成熟，还没有成为那个我心中理想的自己。所以我把很多事情延后，把很多可能收起来。我告诉自己，等我再好一点，再完整一点，再确定一点，我才值得拥有，才适合开始。那样的等待看起来很理性，但其实藏着一种对自己的不允许。我不允许自己在不完美中前进，不允许自己一边混乱一边尝试，不允许自己一边学习一边被看见。于是我停在原地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不存在的状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一直等到准备好，那我可能永远不会开始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变得更好，但我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。我允许现在的自己带着还不稳定的样子往前走一步。那一步很轻，
却让整个内在开始松动。我发现，原来我不是要先完成才有资格前进，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慢慢成为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成长从来不是线性的，你不会在某一刻突然完成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里逐渐整合，逐渐稳定。当你愿意在还不确定的时候行动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你会学会适应，学会调整，也学会相信自己。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等待里。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，我不再问我是不是已经够好了，我开始问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个转变让我不再被当下的状态困住，我开始看见流动，看见自己一点一点在改变，即使还不完整，即使还会反复，但我已经不再停在原地，我正在成为。这样的视角让我慢慢放下焦虑，我不再急着证明，也不再急着到达，我开始愿意走在自己的节奏里，允许每一个还在发生的变化。而当我这样对待自己，我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支持，不是来自外在的肯定，而是一种存在本身的允许。我开始相信，宇宙并不只接纳完成的结果，它接纳的一直都是你正在成为的样子，包括你的探索，你的尝试，你的不确定，你的学习。当你愿意这样存在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等到某一天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带着还在路上的自己，带着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部分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而在这样的行走里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你正在靠近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终点，而是一个越来越真实的自己。那个自己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被你允许，被你经历，被你活出来的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再害怕不完整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一直都在成为，而宇宙也一直在这个过程里温柔地接纳你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希望自己稳定、清晰、充满力量。当我感觉低落、混乱或失去方向时，我会很快地想把自己拉回来。我会对自己说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会试着转移、压下，甚至否认那些让我不舒服的感受。我以为那样是在让自己变好，但其实我只是学会了不去感受。那样的我看起来好像正常，但内在却一直没有真正安定过，因为那些被我拒绝的状态从来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暂时被压住，然后在某个时刻以更强烈的方式回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我不再想控制自己的状态，我只是停下来，然后我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这样也可以被允许呢？这句话很轻，却让我整个人慢慢松开。我第一次没有急着改变，我只是看着自己，看见那个疲惫的我，那个不安的我，那个还在混乱中的我。我没有再说不应该，我只是说，原来我现在在这里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每一种状态其实都是身体与大脑的回应。当你抗拒它，你的系统会进入对抗，你会更紧绷，也更难离开那个状态。但当你允许，
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放松，而当它放松，那些状态才有空间流动。我开始练习，不再只接受好的自己，我也允许那些不稳定的时刻存在。当我低落，我不再急着振作，我会说，那就先待在这里。当我迷惘，我不再急着找答案，我会说，这也是过程的一部分。这样的转变让我慢慢感觉到一种很深的安定，不是因为我一直很好，而是因为无论我在哪个状态，我都没有离开自己。这是一种很不同的安全感。你不再需要维持某种样子才觉得自己是好的。你开始相信，每一个你都是被允许的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宇宙并不只接纳你状态好的时候，它接纳的是你每一个正在经历的片刻，包括你的低潮、你的混乱、你的停滞、你的重新整理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自己，你会不再抗拒当下，而当你不再抗拒，那些状态反而会更快流动。你不再被困住，你开始经过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不在理想的状态，请不要急着把自己拉走，也不要觉得自己退步了。你只是正在经历，而经历本来就不是线性的，有高有低，有清晰也有混乱，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。当你愿意陪自己走过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害怕状态的变化，因为你知道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可以停留，可以呼吸，可以存在。而在这样的允许之中，你会慢慢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温柔，那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一种一直都在的接纳，静静地包围着你，陪你走过每一个正在经历的状态，好像无论做什么，都有一个无形的标准在衡量我。做得好才值得被肯定，做得不够好就应该被修正。这样的感觉不只来自外在，更多时候是我内在的声音。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评分，评断每一个选择，评价每一个情绪。我习惯问这样对不对，却很少问这样的我是否被允许。那种持续被评价的状态让我很难真正放松，因为你总是在准备被审视。你不敢太真实，不敢太脆弱，不敢完全做自己。你以为那样比较安全，但其实那让你离自己越来越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我不再想证明，也不再想达到什么标准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。然后我开始感受一件很细微的事情。当我不再评价自己时，内在发生了什么？那一刻，有一种很陌生的安静出现。没有对错，没有比较，没有需要被修正的地方，只有一个很单纯的存在。我现在就是这样。这句话没有压力，却带来一种很深的释放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评价会让大脑进入警戒，你会不断检视自己，不断修正，不断尝试符合某种期待。但当评价停止，你的系统会慢慢回到安全，而在安全的状态里，你才真正有空间去感受，去理解，去成长。我开始试着不再用对错看待自己。当我犯错，我不再说这不应该，我会说这也是一部分。当我感到混乱，我不再急着整理，我会说我正在经历。这样的语言
让我慢慢从评价里走出来。我不再需要把自己变成某种样子，才觉得自己是好的。我开始允许所有的自己存在。而当我这样对待自己时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：宇宙从来没有在评价我。那些对错，那些标准，那些应该与不应该，其实都是我自己建立的。宇宙只是静静的存在，它不会说你做得够不够好，也不会因为你不完美就拒绝你。它只是让一切发生，让你经历，让你感受，让你成为。而在这整个过程里，它始终没有离开，也从未批判。当你愿意这样看待，你会慢慢放下那种必须符合什么的压力。你不再需要一直证明，你开始能够活在当下，以一种更真实的方式。你允许自己改变，也允许自己反复。你不再害怕被否定，因为你不再否定自己。这样的你会感觉到一种很深的自由，不是来自外在的认可，而是来自内在的松绑。你终于不再活在评价里，而是活在经验里。所以，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被衡量，请试着停一下，看看那个评价的声音是不是来自你自己，然后轻轻地把它放下。不需要对抗，也不需要消除，只是让它不再主导你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当评价消失，你剩下的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很温柔的存在。那种存在不需要被证明，不需要被修正，只是静静的被允许。而在那样的允许之中，你会感受到，原来一直都有一种力量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要求，却始终在你身边，温柔的拥抱你成为的每一个样子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